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您见过国王去给人打工的吗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非洲国王，就在德国干了20多年的体力活，靠自己赚来的钱养活了整个国家。他的经历堪称现实版的传奇。几年前，德国警方接到了一通离奇的报案电话，报警的人声称，他们家中被小偷光顾，偷走了包括4顶王冠在内的许多皇室用品。警察听了一头雾水，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家里还藏着王冠？难道遇上了疯子或骗子吗？虽然觉得蹊跷，但他们还是按照职责赶到现场调查，结果让人瞠目结舌。报案的失主竟然真的是一位国王，他不是别人，这是来自非洲加纳霍霍埃地区的国王班萨。这位国王表面上是在德国路德维希港勤勤恳恳当修车工，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德国打工隐姓埋名20多年，只为养活自己的整个国家。班萨统治的霍霍埃位于西非国家加纳的东部，人口大约20多万，说是一个小王国也不为过。事实上，它只是加纳境内的一个偏远部落，十分贫穷落后，没有什么资源和产业，地处偏远，交通闭塞，发展更是无从谈起，人民连温饱都成问题。当地既没有像样的学校，也缺乏医院等基础设施，很多人一辈子吃不饱饭。当地主要以传统农业为生，村民种植玉米、木薯等作物勉强糊口，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。班萨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地方。上世纪70年代，霍霍埃还由班萨的祖父担任酋长，相当于当地的国王。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国王深知，要改变部落贫困落后的命运，必须依靠知识和技能。然而家乡既没有好学校，族人也普遍不重视教育，孩子们很小就下地干活，父母觉得读书无用，还不如种田填饱肚子。老国王对此感到忧心，但恰好1970年有一个学生交流项目可以去德国，老国王当机立断，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把自己的孙子班萨送出了国门，希望他学成归来能为家乡带来新知识、新办法。年轻的班萨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，他初到德国时，对一切都感到新奇。寒冷的天气、干净的街道、准点的火车，还有先进的机器设备，都令他大开眼界。他努力学习德语，尽快融入当地生活。一开始做学徒时，因为语言和技术生疏，他也闹出过笑话。但德国师傅们很欣赏这个非洲小伙子的勤奋踏实，手把手教他机械本领。班萨勤学苦练，进步飞快，仅仅几年功夫就拿下了2个德国高级技师证书，一个是农业机械维修技师证书，另一个是汽车机械维修技师证书。他甚至在业余时间练习拳击，在1975年夺得了当地营量级拳击比赛的冠军。不仅如此，班萨还逐渐在德国安顿下来，申请到了德国国籍。后来他结识了一位善良的德国姑娘，两人坠入爱河，组成了幸福家庭，并育有可爱的孩子。在德期间，班萨经常给远在加纳的祖父写信，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。祖父得知孙子如此争气，倍感欣慰。有了扎实的技术基础，班萨开办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厂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。可以说，在成为国王之前，班萨已经在异国他乡闯出了一番事业。1987年，39岁突然收到了一份从非洲老家发来的传真，传真内容只有短短几句话，却让他目瞪口呆。祖父去世了，族人推举他成为新一任国王。这消息传到班萨在德国的汽修厂时，同事们都又惊又羡，有人半开玩笑地开始称呼他为陛下，还有人感叹他的好运气。班萨自己也是脑子嗡嗡作响，一时不知所措。班萨起初难以理解，父亲健在，还有兄长在前，按理说轮不到自己啊。带着满腹疑问，他赶回家乡参加祖父的葬礼。回到久违的故土，班萨看到的是熟悉又陌生的景象，泥砖垒成的屋舍，赤脚玩耍的孩童，以及父老乡亲热切的笑脸，都出现在他眼前。族人们将他高高举起，为他披上象征王室的彩色长袍，戴上沉甸甸的金饰王冠。在鼓乐齐鸣中，这位有子孙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，正式成为霍霍埃的新国王。班萨心中百感交集，多年未见的家乡依然贫困落后，
但乡亲们殷切的期望压在他的肩头，他暗下决心，绝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加冕典礼结束后，当地长老们本以为新国王会留在家乡，从此带领大家建设国家，没想到班萨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。他宣布自己要返回德国继续当修理工，通过电话和通信来遥控管理国家事务。这个决定让在场的人大跌眼镜，许多人起初以为听错了。毕竟在大家印象里，国王都是锦衣玉食，哪有人登基没几天就跑去给别人打工的？班萨的选择可谓闻所未闻。然而班萨去意已决，因为在他看来，离开家乡并非不负责任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责任。为确保政务运转，他委任了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，组成临时理事会，日常事务由他们处理，一旦有重大问题，就通过国际长途或传真征询远在德国的国王决断。族人见国王心意已决，也只好勉强同意。就这样，班萨在登基没多久，便再度踏上了飞往欧洲的旅途。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他，心中虽然充满疑虑，却也对这位年轻国王寄予厚望。为什么班萨要舍近求远，跑到万里之外打工呢？说到底，就是因为穷。穷的不是班萨自己，而是他的人民。霍霍埃实在太贫困了，教育落后，医疗匮乏，许多百姓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障。身为一个小部落的国王，班萨既没有庞大的国库供他调用，也缺乏开发资源的手段。一个人在家乡很难翻转乾坤。相比之下，在经济发达的德国打工赚钱，再把钱和物资带回国，才是务实可行的道路。班萨深知国王的职责是为族人谋福祉，让大家团结进步。他觉得要当好国王，就不能只坐在王位上享受荣耀，而是要想方设法改善人民的生活。为此，他甘愿放下架子，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，用自己的汗水来履行这份责任。就这样，加冕后不久，班萨又换回蓝色工装，回到了德国的汽修厂上班。从此开始了他独一无二的双重身份生活。白天他是兢兢业业的修车工人，夜晚则摇身一变，成为远程处理政务的国王。他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人之一。每天凌晨天不亮，他就起床开始工厂的忙碌工作，在车间里埋头修理各式车辆，还要指导培训学徒，一直忙到傍晚下班。他顾不上休息，又投入另一份工作，通过电话、传真甚至互联网审阅家乡的文件，和部落的长老们商讨各种事务，修桥铺路、调解纠纷、采购物资等这些琐碎却重要的事情，他都要一一过问安排。每天厂房里油污味弥漫，班萨的蓝色工作服上经常沾满机油，他看起来和普通工人别无二致。谁能想到这个满手油污的师傅竟然是一国之君呢？可以想象，如此连轴转的生活是多么辛苦。有时忙到深夜，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却仍坚持处理完一封传真，接完一个长途电话，才肯去休息。就这样年复一年的熬着，班萨硬是将这种两班倒的日子持续了几十年。试问历史上还有谁像他这样一边当国王一边当工人？班萨无疑是个另类，但正是这样的另类谱写出了最励志的传奇。还有一次深夜，班萨刚躺下休息，却接到家乡打来的长途电话，说村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垮了小桥，交通被迫中断。听到消息后，他立刻从床上爬起来，在笔记本上记下需要的工程材料和工具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他就联系德国的朋友帮忙筹措所需物资，准备尽快运回加纳抢修桥梁。像这样半夜紧急处理家乡事务的情况，对班萨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。无论再晚再累，他都会第一时间为家乡排忧解难。班萨就这样在德国默默打拼了20多个年头，从不对外张扬自己的王室身份。周围邻居和客户只知道他是个手艺高超、为人敦厚的汽修师傅，很少有人意识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国之君。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，或许他的双重生活还不会被世人所知。2014年前后，班萨的家中遭遇了一起失窃案，4顶金光闪闪的王冠和不少皇室珠宝被盗走。他报了警，警方调查时这才发现，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竟然真的是一位非洲国王。
据说接警的警员起初还以为班萨在开玩笑，直到他拿出一堆加纳王室的证件和照片做证明，众人才相信这一切。消息传开后，这起趣闻经媒体报道后，班萨立刻成为了新闻人物，许多德国人都惊掉了下巴。不过大家并没有嘲笑他，反而对他充满敬佩，称他为打工皇帝。一个国王为了族人过上好日子，甘愿像普通人一样打工赚钱，这样的故事比小说情节还传奇，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？在德国人眼中，班萨不仅是个传奇人物，也成了非洲与欧洲之间的一座桥梁。许多原本对非洲所知不多的人，因为他的关系开始关注加纳和霍霍埃，改变了过去的刻板印象。班萨经常耐心地向身边的人介绍非洲的风土人情和家乡的变化，让大家意识到非洲并不全是贫穷和落后，也有像他这样努力改变家园的人。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跨文化的尊重，也让更多人愿意加入援助非洲贫困社区的行列。更有一些德国社区与霍霍埃结成了帮扶关系，定期捐赠物资和资金，帮助修建当地的学校和诊所。在班萨的牵线下，不同国家的人们携起手来，共同为改善非洲贫困乡村的面貌而努力。班萨在德国辛苦工作，而他赚来的钱却大多倒贴给了自己的国家。他除了留出一家人在德国生活的必要开销，他自己在德国生活得非常简朴，一家人住在普通公寓，开一辆二手车，从不奢侈浪费，只为省下更多钱寄回家乡。其他收入几乎全部汇回了加纳老家，用于家乡的发展建设。举个例子，霍霍埃过去饮水非常困难，村民们要到很远的河沟才能挑回几桶浑浊的水，喝这样的水容易生病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班萨利用自己在德国的人脉，以优惠价格购入了大批水泵和水管，通过集装箱运回加纳，帮助家乡打井并铺设自来水管网。很快，清洁的饮用水就流进了霍霍埃千家万户，村民们第一次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，再也不用冒着风险跑很远去河边取水，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，一个个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也引起了班萨的关注，他陆续寄回了许多电线杆和发电设备，协助家乡架设电网。以前夜幕一降临，村子就陷入黑暗，村民只能摸黑结束一天。如今，一盏盏昏黄的电灯开始照亮村庄，孩子们晚上也能在灯下读书学习，再不像从前那样天一黑就无事可做。人们看着夜晚亮起的灯火，就会想起远在万里之外为他们送来光明的班萨。医疗条件落后同样是家乡面临的一大难题，过去村里缺医少药，生了重病只能听天由命。班萨对此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他凭借在德国打工积攒的资金，为家乡医院购置了许多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器材，还捐赠了轮椅和救护车，极大提升了当地医院的急救能力。更令人感动的是，班萨的事迹影响了许多德国友人。听闻他的努力后，有22位德国医生志愿加入医疗支援的队伍，定期前往霍霍埃为村民义诊。村里曾有个孩子得了重病，以前这种情况只能任其恶化，如今有了医生和药品，这个孩子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。全村人都说，要不是班萨带来的医疗条件，这条小生命也许就保不住了。有参与义诊的德国医生感慨，班萨让他们看到了非洲贫困村庄的希望，他们也很荣幸能为这个善举出一份力。这些医疗方面的举措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状况，曾经看病难的局面得到缓解，村民们现在生了病也有医生和药物可以依靠了。除了水、电和医疗，班萨也深知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。他非常重视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，陆续资助修建了多条道路和桥梁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横跨大义河的新桥。在班萨的支持下，霍霍埃建起了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桥梁，替换了原本摇摇欲坠的老木桥，确保了村民过河的安全。有了新桥新路，村民们可以把农作物运到更远的集市去卖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因为路途艰险而困在小山村里。这座桥不仅方便了当地交通，也使霍霍埃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。此外，在班萨的推动下，村里还建起了一座专门关押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小型监狱，
使他们不必和成年男性罪犯关押在一起。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。班萨甚至还给家乡的教堂捐赠了一口新铸的钟，让教堂久违的钟声再次在村庄上空回荡。家乡的一草一木发生的变化，都凝聚着这位远方国王的心血。在解决了温饱和基础设施等燃眉之急后，班萨没有忘记教育的重要性，他始终牢记着祖父当年强调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霍霍埃原本连像样的学校都没有，许多孩子上不起学，于是班萨又多方筹集资金，在村里兴建学校，购置课本和文具，并奖励优秀的孩子继续升学深造。过去孩子们只能在破旧的茅草棚下读书，有的村子甚至连临时教室都没有，只能露天上课。如今在班萨的资助下，他们终于坐进了遮风避雨的教室。班萨还鼓励村里的年轻人走出大山，就像当年祖父鼓励他那样，有的青年在他的帮助下获得奖学金，到外面的世界留学深造，将来学成归来再报效家乡。据说在他的支持下，霍霍埃已经有年轻人考上了外地的大学，成为这个小部落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。班萨常说，再穷也不能让孩子的教育落下。他希望家乡的下一代能够掌握知识，摆脱贫困的困境。通过他的努力，家乡的孩子们终于有教室可坐，有老师教书，他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新希望。就这样，班萨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当初的承诺。起初那些担心远程治国不靠谱的声音也渐渐消失，乡亲们亲眼看到了家乡的变化，对他由衷佩服。大家深切地体会到，这位远在异乡的国王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。相比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，班萨这样脚踏实地为民谋福的领袖深可贵。经过班萨多年如一日的付出，霍霍埃的面貌可以说焕然一新。现在村民们不仅能吃饱穿暖，还有干净的水喝，有电用，有病能够医治，孩子们也能上学识字了。这个曾经落后贫瘠的小村庄正在一点点的改善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。而每当班萨抽空回国探望时，当地的百姓们都会自发地涌到两旁，热烈欢迎他。尽管他每年只能回去几次，但在村民心中，他一直和他们在一起。每次国王归来，机场和村口早早就挤满了等待的人群，乡亲们唱着加纳传统的歌曲，敲着非洲手鼓，载歌载舞，迎接他这个远方归来的亲人。在探访家乡时，班萨总要走村串户，实地了解民情，谁家还没通上自来水，哪里需要增建学校，他都一一记在心里。正因为他如此接地气，人民更加爱戴他。大家为有这样一位心系故土的国王而感到无比自豪，口口相传着他的故事和恩德。当然，仅靠他一人工资的力量毕竟有限。为了筹集更多资金，班萨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知名度和特殊身份。他的妻子也非常支持他的事业，在背后帮他打理汽修厂的事务，好让班萨腾出时间为家乡奔走。他在德国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，专门为家乡募款，并积极向外界宣传霍霍埃的情况。他多次登上德国电视节目的舞台，向观众讲述自己身为国王却当打工仔养国的传奇经历，呼吁更多人伸出援手。他还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才艺秀，以歌手的身份演唱非洲歌曲为家乡募捐。后来他甚至录制发行了6张音乐专辑，其中还包括一首为2006年世界杯创作的励志歌曲，把卖专辑和商演所得的收入也全部投入慈善项目中。可以说，为了帮助家乡，班萨真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个遍。他的传奇事迹还被一本传记记录下来，书名意思是身穿蓝色宫装的陛下，非常贴切地描述了班萨一公一王的形象。班萨的子女们从小就知道父亲有着双重身份，起初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的爸爸下班后可以陪家人，而他们的爸爸下班后还要拨打长途电话出州的事情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孩子们逐渐理解了父亲肩上的责任，也为他的奉献精神感到自豪。长大成人后，他们也参与到父亲的公益事业中，有的帮忙管理慈善组织的日常事务，有的利用自己所学为霍霍埃提供技术支持。一家人同心协力，为远方的故土贡献力量，这让班萨倍感欣慰。
班萨还会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霍霍埃，让家人亲身感受非洲故土的风情。孩子们看到父亲在家乡受人拥戴，更加明白了他的坚持意义，也增进了对自己非洲血脉和故土的认同。在前些年，班萨还自创了一种新奇的筹款方式，自学酿酒技术，在自己的汽修厂里酿造啤酒出售。他用家乡一座水坝的名字为啤酒命名，并把卖酒的收益全部捐回故土，用于那座水坝的建设。顾客们一边品尝这款特别的家乡啤酒，一边为这位远方国王的赤子之心所打动。有人觉得班萨实在是亏大了，别的国王锦衣玉食，养尊处优，他倒好，当了国王却依然每天起早贪黑的辛苦打工，堪称史上最拼命的国王。然而班萨本人却从不感到后悔或委屈。他多次坦言，能够为家乡做事是他的荣耀，每天虽然忙碌，但内心非常充实快乐。自己吃点苦，累一点没什么，只要能让家乡变好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，他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这样质朴而真挚的话语，让听过他故事的人无不深受感动。转眼几十年过去，如今班萨已年过古稀。从1970年踏上德国土地算起，他为家乡奔波了半个多世纪，但依然精神矍铄地奔波于德国和加纳之间，为家乡筹集资源和建言献策。他的两鬓虽然斑白，腰板却依旧硬朗，只要一谈到关于家乡的计划，眼睛里就闪烁着热忱的光芒。即便年纪渐长，班萨依然每天通过电话和网络关注着家乡的点滴，心里盘算着下一个需要完成的项目。据说他常讲，只要自己还能动，就要继续为家乡奋斗下去。他所成立的公益组织也会在他之后继续运转，让这份爱心事业薪火相传。班萨用行动告诉了族人，也告诉了世界，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。如果当年没有出国学习机械技术，他也许只会和族人一样困在贫穷之中，更不可能帮助整个部落走出困境。正因为掌握了知识和技能，又愿意牺牲个人享受来奉献，他才改变了数万人的命运。现在在他的影响下，霍霍埃的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教育和努力的重要。许多年轻人把班萨视为榜样，立志通过学习本领来建设家乡。班萨留给家乡的不仅是桥梁、学校等物质财富，更是一种努力奋斗就能改变命运的信念。试想，如果班萨没有毅然选择回德国打拼，而是留在家乡安享尊贵的头衔，那么霍霍埃或许依然看不到改变的希望。正因为他选择了艰难却正确的道路，这个小部落才迎来了脱贫发展的曙光。班萨的故事听起来宛如传奇，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实中。他跨越万里，只为履行对人民的责任。他舍弃了国王的安逸享受，选择以劳动者的身份脚踏实地地改变家乡的面貌。这份担当和毅力让人由衷的敬佩。为了家乡，班萨奉献了自己的青春、才华和财富。他本可以留在德国过安逸日子，却义无反顾地背起振兴家乡的重担。他用双手托起了20多万人的希望，用汗水浇灌出贫瘠土地上的新生。这样的付出与情怀，怎不令人动容？事实证明，只要有勇气和毅力，一个人也能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。也许正因为身处困境，才愈发彰显班萨这样的英雄本色。这位身穿蓝色工装的非洲国王，用自己的双手诠释了何为无私与伟大。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，让我们看到知识和努力可以带来希望。如今，班萨的传奇故事在非洲乃至全世界广为流传，激励着许多身处困境的人们。贫穷并不可怕，只要肯努力，命运终会向好的方向转变。班萨的祖父泉下有知，看到孙子用知识与汗水改变了全族的命运，一定会倍感欣慰。难怪许多人称他为非洲最励志的国王，班萨当之无愧。这样的国王，我们理应献上最热烈的掌声，表达由衷的敬意。